挑战20分钟做一大桌子预制菜大餐。今天我一个人把价值大几百万、90多平我这辈子买不起的房子进行了大扫除，但是吃了1天的预制菜。浩哥说滚筒洗衣机里不能放太多衣服，否则洗不干净。这回衣服比较少，咱就洗一锅。卫生间先把所有的水渍都擦一擦。裸露在外面的这种小隔断里面很容易藏灰。厨房里这种发黄的水垢我根本都喷不下去。姐妹们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好用的产品吗？先让它在上面泡一泡，之后再冲干净。冲干净的过程我没有拍，但是根本都洗不掉。这回衣服洗的比较少，就少放一些。这个小鱼形状的吸水垫时常不洗上面就巨黄，包括这个台面上也有白色的水渍，镜子上的话也有很多水印，把镜子喷一喷擦干净。擦镜子的话我都用洗眼镜的那个液，每次擦的可干净了，配上我的洗脸巾。这块我也喷了一些水卫士，不能根除这些水渍，但是总比不喷的强。玻璃我都不想擦，因为老下雨又脏了，但是这个镜子我会擦一擦。其实家里的玻璃老有土，时常也应该擦一擦。卫生死角的话就手动来擦。这个是我整体清理好的一个样子，看着也有些许的杂乱，但是我已经尽力了，主要是东西无法再少了。虽然没有拍，但是这块所有柜子都让我擦了一遍灰，整体来说干净整洁。客厅干净了，收拾的我要累鼠了。再看一下吧，现在就是比较干净的状态。干了这么多，终于有点饿的感觉了，煮点饺子吃。又累又饿，吃2个面包。浩哥回来后发现过期5天了，就让我赶紧扔了。忘了晾衣服。把饺子先煮上，然后我去晾衣服。东西随用随归位，这样的话家里就是整洁的，而且每个东西都有固定的位置。无论我再怎么瘦，脸都是异常之大。我发现我们家人都是脸大脖子短。衣服都给它晾晒起来。其实有洗衣机洗衣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。内裤的话是手洗，浩哥经常会帮我洗。如果哪天我不用他洗，那就是我跟他生气了。大碗我会放到抽屉里，不常用。这种小碗就在碗碟篮里，也不是不常用，其实这些碗盘我都经常使用。碗碟都是日本进口的，釉下彩，别看它们很花哨。如果不买釉下彩的碗碟，尽量买白色的。烤了2根香肠，不知道为啥最近又可喜欢吃烧烤了。最近又找到了一部比较好看的推理悬疑剧。饺子是鸡蛋韭菜的，肠也烤好了，烤的有点过火，油都烤出去了。这个肠的话油脂就没那么多了，还弄了点冰红茶喝。冰红茶里到底有没有红茶呀？浩哥说有，但是含量不多。之前去看老中医，我看老中医还喝冰红茶和冰绿茶呢，说提神醒脑。简单的工作了一会儿，今天晚餐来一个预制菜大全。主要是做了1天的家务，时间不够了。浩哥要到家了，饭还没做，只能吃预制菜了。看似需要20分钟做完的菜，其实10分钟就可以搞定。倒上面，再倒些水，之后再倒上酱，微波炉里一叮，意面就做好了。下面开始煮馄饨，就是我前1天吃的3鲜馄饨。水做开的时间，顺便炸一些薯条。这种薯条挺爱吃的，是那种粗薯条。拿出锅给浩哥煎一个鸡排，就是鸡排意面了。由于里面要放点油，害怕溅到身上，穿上围裙，戴上口罩。这个口罩一戴上，我真的是啥味儿都闻不到。浩哥都能闻到香，我都闻不到。后来他说是薯条的味道。上回空气炸锅炸了一个不好吃，还是得用油煎。女孩子老做饭一定要做好防护。看我双火齐下做大餐，放点紫菜和虾皮。浩哥太饿了，我让他赶紧先去吃面吧。他中午一打羽毛球的话就不吃午餐，所以晚上就特别饿。他们单位的早餐他吃腻了，他也不爱吃早餐。我的话就吃我最爱的麻六记酸辣粉儿。浩哥其实还真挺好养活的，就我做成这样，他都说味道十分的好吃。这说明啥呢？再好吃的东西都容易吃腻，随便做点他也爱吃。要是我巴不得去他们单位吃美食呢。有的时候粉不太入味，一定要多泡一会儿就入味了。吃辣条，喝海河牛奶，享幸福人生。我是吃酸辣粉喝冰红茶享幸福人生。浩哥很喜欢喝海河的牛奶，在我的橱窗里就有。简简单单又是丰盛省事的一天。今天做饭都不用浩哥帮忙，今天泡时间比较短，觉得没啥味儿，后来又盖上泡了泡。在我橱窗里麻六记酸辣粉性价比还是挺高的，一下买6桶。因为全都是预制菜。是够吗？这够我够我。是这样吧。厨房收拾好的样子，干干净净。预制菜俩人都能吃多，赶紧出门遛弯去了。现在天气热了，出门遛弯我还带了1瓶矿泉水。看我的背影，哪里像快30岁的人了，还是青春有活力的。你刚才说啥？我什么也没说呀。你说下回回来饭菜必须码好，你做来就能吃。
他说他跟我开玩笑呢，看我跑步跑得挺快，浩哥跑不动了，在后面慢慢的走，又接着开玩笑跟我这儿说心里话呢，使唤我跑步可以先回家，但是在这儿等了等他，看他的体重93.4 kg， 敷一个我橱窗里的同款小面膜，5分钟，性价比是相当的高。敷上面膜我就去蹲地，浩哥他不想蹲，他说他太累了。最后就是我来蹲地，他来帮我涮这个抹布。我不喜欢洗这个墩布，这样我还得摘手套。蹲地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难度，其实没有什么脏东西，一般就是一些灰尘还有毛毛。看我蹲的干不干净，地面都能当镜子照了，哈哈哈。